今天晚上的沙家静坐讲习，我们首先要提到就是有两个真理，大家一定要辨识的清楚。第一个真理呢，就是我们人类每个人不是执着自大的我，也不是超我。也不是个人的智慧、力量或学问，也不是靠着个人的感情或者情绪，而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要跟真理眼神辨识。每个人身体里面都有一个眼神。第二个真理呢，就是不管你相信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神，你不相信吗？它还存在；你相信了，它还是无形的，也是让你摸索到。所以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个创物主。那么SahajaYoga瑜伽静坐就是如何启发这个眼神的从觉醒过来。Sahaja静坐的创始人是Shih，就是各位看到的那个海报上面的相片。他今天晚上会在我们介绍之后，他会来现场给我们一段演讲，还有给我们真正自觉自悟的经验。因为不管我们怎么说、怎么谈论，这个眼神、这个昆达里尼的觉醒，它在讨论10年、1000年、100年的，这都不会觉醒过来，所以只有靠着实体的经验。所以沙哈加静坐是一个可以实证的科学。那么它的原理呢，就像我们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你如果说手上握着一条绳子，或者一条蛇，如果我告诉你说这条绳子是一条蛇，你不会相信的。但是如果我把电灯打开的话，你就会看到你握着什么东西，很自然而然你就放掉。所以我们呢，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良的恶习什么，就像这个毒水一样，很快的看清楚就放掉它。所以SahajaYoga的瑜伽静坐的原理就是说因为你在黑暗的房间里面要打扫身体、洁净自己的身体很不容易，你自己不晓得从何着手，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先让你觉醒过来开始你就可以达到那种天人合一的境界，然后你慢慢再去清洁打扫。从古到今，追求这方面圣灵方面的他们都是到深山到洞穴里面去，不食人间烟火这样子追求。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到了这种黄金时代，就是每一个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社会上，普通人都可以得到的，必须要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才能得到。你离开这个社会，得不到。在古时候是一个大师带领一个学生，然后慢慢把你的这个身体里面的一个轮环，慢慢一个一个打通，指点你，告诉你。就像以前我们常常说的你要到深山庙里面去当和尚，你要先打10年的挑水，你做工挑水，到了他折磨你到那时候，他才慢慢教你一点知识。那么那个时候已经过了今天是今天告诉各位，好像是今天你们在
跨了一小步来到这个会场，来听这个沙哈加瑜伽经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在你人生的旅途，你已经跨了一大步。那么，我们追求这个生活的觉醒呢，是自觉度的境界，就好像一个月亮从月缺到月圆有16天，16个境界。当你的昆达利一觉醒过来的时候，你实际上已经跳到第12天的境界。所以这个境界是非常难得的。那么还有4个境界到月圆，就是做一个完美的人这个境界就是要靠各位自己每天在家里自己做工，自己修行。所以我们沙哈加静坐我们的大师徐法大跟我们讲说，你是你自己的导师。这句话实际上有一个好像一个刀刃有2面。你既然你是自己的导师，那谁是你的学生呢？也就是你自己。你要学生功课进步，要长进的话，你就要督促这个学生要很严厉，他才能考上好学校，他有好的成绩。所以事实上，这些我们修行，各位追求真理的人，就是说要对自己要严格的去实行这种修行的生活。那么沙哈加静坐呢，你不需要说到深山去，你也不需要说我一定要吃素，吃某一种食物，或者吃某种仙丹，或者一定要一个金鸡独立站个10年20年，都不需要。你也不需要说要穿黄色的袈裟，也不需要剃头，也不需要出家。当做一个好的，就是你个人必须达到的义务。所以这个方法非常简单，但是执行起来完全是靠你自己的，说起来很复杂。这个就好像说你要看电视你先如果说你必须要了解电视的原理、电视机的原理的话，这个要请一个工程师特别的工程师给你讲这个电鞋，还有什么影像鞋，各种知识你才能了解。但是你如果这样看一下，要看电视要先学那个东西的话，实在是太困难了。不晓得到哪里你才能看到真正的影像。所以，唯一要了解这个电视机最好的方法是，你先把电源插上去，把播到你要看的频道上，你就慢慢会了解，说电视机原来是这样传播传承的。所以今天沙哈加介绍差不多原理是如此。须玛他他是1923年3月21号出生的。他出生的时候正好是那个春冬交接的那一刻，临时临出生的。所以他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个时间。曾经古今中外也有很多人都有提到预言到他的降临，是有一个很伟大的修行者会到这个世界上，让你得到这种真理的知识。这个假如各位有兴趣研究的话，我们都有这种记载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么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沙哈加静坐是绝对不收分文的，从头到尾我们沙哈加静坐没有任何的地域，也不会保留任何的知识，就是一定我们把自己知道的东西跟各位公诸于世这样子。所以唯一的一点就是你必须我们有
你必须每天最少要花15分钟静坐2次，早上跟晚上。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说一棵花木刚刚开始长出来，今天像你们得到你们的昆达利尼结起过来，就好像一个小豆苗一样，你们必须要去灌溉、浇培，这样去帮助它、扶持它，慢慢才会开花结果。所以记住的原因。很多人就说我要治这个病，或者我要达到什么力量，这些东西你就是唯一靠近做没办法，其他的办法都没有。这是在古代印度和中国都是做的。世界上各大宗教他们的创办人也是会提到这种静坐，但是今日的宗教组织他们很多都已经不提静坐了。那像日本的禅协须川哈吉他也访问过他们大师日本的那个禅师就去拜访过他。他说，须马吉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必要达到这种自觉自悟的境界？他说，我们实在是没办法。600年前日本只有23位、24位人达到自觉自悟的境界。他们觉得太困难了，但是各位今天在场有幸，如果说你如果是真正想追求的话，你们今天一定会达到这个目的。所以这个是我敢保证的，因为SahajaYoga是一种实证的科学，而不是盲目的信仰，而且它也不属于任何宗教，所以你不必说要放弃原来的自己的宗教而去达到这个目的。那么，须马哈吉他8岁到9岁的时候，他的父母亲就把他送他到那个印度国父甘地的那个中心，在那边甘地就认识他对于这个灵性方面有很大的造诣，所以有很多问题要请教他，甚至称他昵称的小祖母。他年轻的时候参与印度的独立运动，曾经被逮捕过，而且坐牢坐过一阵子。后来隔一阵子他被放出来，然后继续到医学院去读书。他读医学院的目的就是想把他所知道的这种事情，将来要跟人们讲解的时候，他对人体构造这种有了解，还能跟如何去启发这种知识，推动这个运动。所以他的各方面的知识都是很透彻。在美国，很多那个科学家都有跟他见过面，他们都是得诺贝尔奖，不管化学、物理方面，他们都会请教他说，我研究这个东西，研究到这个顶端，已经突破不过去，他们就请教他，跟他讲说要往这边方向走，然后很多人都得到灵感。后来他想把这方面的知识传播于世。那么他的先生说，你必须要等到我们2个女儿长20岁，长大到20岁，你才可以出去教人。他也答应。就1970年5月5日，他说儿女都长大成了，已经超过20岁，所以他就出来全世界各地分所给人这种自觉自悟的经验，传播这种知识。他现在已经年龄也是很大了，74岁，所以这个年纪他每天到处奔走。昨天他刚从日本到这里，日本是全世界
各地他们是头一次的，他到日本去教这个东西。那么今天他是在台湾，明天他就要到香港去，到了香港以后，他到泰国去，他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替人家治病讲解这种道理，所以他是不眠不休，但是身体还是非常硬朗，就是全世界现在这个Sahaja静坐中心已经有55个，超过55个国家以上都有这个中心的成立。每一个国家，然后再分成一个小中心，对，比如说像台湾目前是有一个中心，那么这一次举办这种活动以后，有一系列的，因为星期二在台大校友联谊社，就是济南路那边每礼拜二都有继续的演讲教习，所以希望各位有志之士不要放弃的这种好机会。我们会把这种慢慢的把这个Sahaja静坐的原理一点一滴的教给各位。那么接着我要再继续要讲的就是Sahaja静坐的实体功绩。Sahaja静坐的实体功绩，事实上就在我们的人体里面，就是前面你们各位可以看到的画图。最重要的功绩就是这个叫做在三角骨的脊椎骨最尾端的地方有一个叫肾骨。这个肾骨，希腊人很早以前就晓得它是一个非同凡响的一块骨头。他们说这块骨头你不能随便把它丢弃掉，也不能把它毁坏掉。这个肾骨里面，它隐藏一个东米状态的窗户者放在我们身体里面的机关，也就是一个机关，叫昆达利尼，这是一个梵文。它的意思，昆达拉的意思就是说3又2分之1千。这个3又2分之1是在数学上是一个很神秘的常数。这个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研究。那么这个3又2分之1千这个灵能呢，它在一个特别的状况之下，比如说今天在场各位得到须玛大理大师他的当做催化作用，它可以提醒各位的昆达利尼。它上来以后呢，它就顺着我们身体里面的神经系统，就是交感神经系统，它有右分有左，有中，也就是中脉，它顺着这个中脉上升，一直到百会的地方。当你一上到这个百会的地方的话，就是头顶上，你会感觉到一股凉风。这股凉风呢，在很多那个经书上面都有记载，有人认为是热风，有人认为热风就是昆达利尼觉醒的现象。其实热风是一个错误的翻译，因为印度的古文就像中文一样非常复杂，所以这个翻译是有很大的差别，甚至冷热这种分别都有人会搞错。所以你假如没有真正的去到那个境界的话，你就没办法解释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很有幸学马哈西能够把这种知识教给我们。当他觉醒的时候，他顺着这个中脉上来的时候，他把人体上里面有7个重要的人环，也就是7个重要的神经中区，他把它像一个绳子经过那个串珠一样的串起来，使它本来你这个轮环是超右或超左的话，它就把它穿过去以后，它就慢慢把它归于到中间的地方，你就变成一个很平衡的，就是我们说你要做一个不偏不倚的
生活上行为都是很思想、言语都是很平衡的，不会说是极右派或者极左派这种现象。他穿过以后就一直到头顶上。那么这个昆达利尼觉醒过来以后，各位也许就会问说，它会不会再掉下来？这个问题很多人在世界各国都有问过的，但是假如你们昆达利尼觉醒的话，你们会进入那种忘我，就是无的境界，就是一切都是很平静祥和的境界，你根本就会连一个问题都想不出来。这个在日本也是发生这种情况。前天在日本他们开会有300人来参加，到会议结束的时候，我跟他们说，你们各位有什么问题？没有一个人可以问得出来问题，因为他进到那个忘我的境界，他根本是没有思想，你人类没有思想。那么还有人说没有思想的话，那我们人不是变成一个笨人吗？不是，绝对不是。当你在没有这个思想的境界的话，你的任何的思想都是有灵感、超性的思想，就是你人生碰到的任何难题，它的解答就很自然而然在适当你需要的时候，它自然会跳出来，在你的脑中出现。你不必说很牵强的去追求这个答案，有很多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在工作上碰到难题，我们各位一定说，我们工作压力非常大，像在这种压力下生活，假如说没有一个很大的那个智慧或者怎样，你会觉得很疲惫，就是生活上的压力非常大。但是修行的人碰到任何问题都迎刃而解。不但如此呢，你们身体上、生活上所产生的各种病痛都很自然会合法治好。我刚刚跳过那个谈到说，昆达利尼上升以后会不会再掉下来？它会掉下来。假如说明明说到酒吧去喝酒，或者吃喝嫖赌对你不好的，你天天要去的话，那你这个昆达利尼上来的话，你还是会掉下去，因为你根本就是不去爱护它，对你的性格没有不好的事情，杀人放火做这种事情的话，昆达利尼自然会掉下去。但是你如果说有什么不良的习惯的话，不必说刻意的去把它戒掉，很自然就会吸毒这种事情，很自然就会放弃掉。像我个人的经验，我个人是1986年学到这种Sahaja瑜伽静坐。那么我以前很喜欢喝酒，虽然说不是我从来没有喝醉过，不过我每餐必喝的地步。我一开始静坐，我学到这个东西以后，很自然的，我家里一箱一箱的酒送给人，连啤酒都不会喝，因为酒是乱性的东西。今天在场各位是要把身体上的灵能觉醒过来，但是假如说你这个神经线你要使它更灵敏，你假如说去喝酒去麻醉自己的话，酒精是麻醉自己的东西，对这个昆达利尼是害处非常大，它马上会掉下去。所以当然了，这个事情知道我学这个东西我就不能喝酒，就不能抽烟。有很多人就是会放弃这种修行，说这个事情我办不到。但是抽烟喝酒这个就是你单恋做烟酒的奴才，这个也没办法。就是前面我们谈过说你是你自己的导师，那么你当导师的对学生付出不够的话，
这个学生当然是留级了，或者被踢出校门，被开除了，所以道理就在这里。我们如果对真理有兴趣的同好，就是说，真的要像释迦牟尼他有提到说，你要追求，追求的话，你就会找到；你追寻的话，一定会找到；你敲门的话，门一定会开。各种宗教人都讲这样，所以这是看每一个人的意义如何。那么我们谈到昆达里尼是这个重要的实体东西，还有三脉，这个三个经脉脉络，也是它的一种，也是它必须要的东西。这个机关都已经存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了。还有其他的呢？各位看到左右手这边有画1、2、3、4，这个跟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轮环，也就是神经系统是有关系的。1、2、3、4，这个就是当你在静坐里面，你会觉醒过来的时候，你不但你的头上会有一阵清凉的暖风出现，其实手心里面你会感觉到一个能量在这转动，清凉的风会这种波动，英文叫 vibration。这种波动就是告诉你的身体什么叫有阻塞，或者这件事对你是好，这件事对你不好，你马上可以判断。所以这种要解答这种密码，有点像解答这种密码。所以各位除了学这个今天晚上自己这种境界以外，你还必须说在这个沙哈的星座里面学到这种怎么解答这个密码。为什么？就像我们中国人说七子一算，为什么我这个数字呢？比如说你想到说你的父母亲，他不晓得干什么，你如果写了他们在手上画个圆圈的话，你马上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头顶上，马上可以感觉到我父亲今天感冒，用哪个手指痛痛麻麻，你就晓得这里面都是各位将来必须要学到的东西。很多我在台湾看到很多在各大门派里面学习静坐的人，他们甚至学了12年。我问他们说，静坐了12年，你到达哪个境界？有什么感觉？他说我不知道。他说我只是觉得你身上放出一个电，很麻，说你的身上电强，这种话，但是他一点都不晓得怎么去应用。怎么实际应用到人生的生活行为上面？生命这是说很奇妙的事情，也很可惜，就是说你们练了12年，10年、12年这个努力，好像是没有目的，就好像我们以前小学毕业，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晚上还要补习，很辛苦，书包背了好重的书包当时我也不晓得说，我读书将来是要做什么，就在黑暗里摸索，不考试是要干什么。所以，假如说我们不晓得这个人生的目的的话，我们就是有点彷徨是很痛苦的事情。那么谈到这里，这个就是我们实体东西。在这里我稍微要解释一下这个右脉，也就是右交感神经系统，它是从这个第2环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大腿跟身体接触的地方那个地方的神经系统，这样子由右这样子上升。经过这个脑间的时候，它插到左边来，所以1960年，医学家才发现，右边的脑子是控制左边的身体，左边的脑子控制右边的身体。
也许呢有朋友或者有亲戚，他们年纪大的中风，他们如果是中风是右边的脑部的地方中风的话，血管破裂的话，左边身体就完全麻木掉了。右边是就是右脑如果中风的话，它是丧失掉语言的能力，因为左边的身体是完全是情绪上表达的。那么如果是左脑中风的话，它就是半身不遂，他手脚都没办法动。所以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中风，他是很年轻就中风。他有一天他去上班，他跟他太太说再见的时候，突然昏倒在地上。他太太把他送到医院去，就问，虽然他后来被救起来，但是他有时候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他不能讲话，因为他是右边脑子中风。我常常到医院去看他，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去，叫他讲，这个是鼻子，这是眼睛，这是耳朵。他很沮丧，为什么这个叫眼睛，这个叫鼻子？他搞不清楚为什么叫鼻子，这个叫眼睛，他就是没办法了解这个东西。他是念书念到这个读了2个硕士，还是碰到这种情况，他好痛苦，不过他现在已经好起来好了。真的，脑中风的话，碰到伤到这个语言脑神经的话，你就是必须从头学习，跟小孩子一样。这个就是左右这边我刚刚提到的是右神经。在这里也许各位在下面听讲的人，觉得说我讲话不断不歇的，这个很杂七杂八。不过我跟各位坐在下面的人，就是很实在的个人。我不是会花言巧语的。各位来的是要学的是这个知识，而不是来看我的表达能力，是卖什么东西给你。请大家原谅，了解。那么左边的这个蓝色的这个左神经系统，它是叫做叶，也可以讲是叶脉，也就是阴脉、阴阳两脉。中文讲的右脉是阳脉，左脉是阴脉。右脉是专门行动、计划。左脉呢，也就是阴脉呢，专门是主宰了你的情绪、你的情感、你的欲望。所以大部分的男人都是右脉，男人比较好动，大部分的女性呢，大部分都是左脉比较强，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就是因为我们人有男有女的分别就在这里，男女有别，道理就在这里。我在印度看过，参加过一些古代的庙堂，他们有那个雕像，有那个雕像雕神的像，他们右边的身体是很强壮的男人的身体，但是他左边呢有大胸脯很苗条的身材。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半男半女的，而是说你必须要做一个像男人有决心、有毅力、有行动去表现。达到这个目标，但是你这个人里面，你必须还有跟女性一样、跟母亲一样，要有爱心，要有慈悲的心，它的意思是在这里。所以今天在场的各位还有我要提到的就是标语说，这个撒哈亚信众的创始人是印度人，那里面是印度教咯，这个。各位绝对不要说认为有这种想法，因为释迦牟尼是印度人，可是我们就没有人说佛教是印度教，基督教和天主教它是犹太人创的，犹太人的宗教，也没有人说它是犹太，基督教是犹太教，所以这个圣灵方面的知识就是不分国家种族，或者男女，实际上在这个撒哈亚星座，我们
当你昆达利尼觉醒过来以后，你的已经超乎在各种宗教之上。但是各种宗教先知所留下的经典，你一看就了解它的意思，你也不必去用脑力去判断，脑力去思想，你像去投射，就好像说你查英文字典，一个字里面翻译的字有50个解释，所以你如果要解经的话，你可以说50个意思，不一样的意思，这种稍微模棱两可，会造成各种不一样的派别。在沙的星座，我希望各位不要把它认为这是一个圣经，必须要说这个dogma，就是教条这种路量去学，因为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事实上是非常复杂。虽然说你不可说谎话，可是有时候你要救人，为了要救一个人，你不得不说谎话。但是这种情况之下，你就是要谨慎辨别是非。你做出来的行为，就是在某一种状况之下是不好的，但是在另外一个状况下是你必须要做的是好的。所以这个是书本学不到的。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沙滩星座看成一种教条教规，或者说我今天讲的是这样，不是这样，不是那样，绝对没有这个意思。那么继续再谈走脉幽脉的事情那么阴脉它是从最底下一个龙环，这个龙环在我们中文叫做海底环，它的特性，每一个龙环都有一个特性，它的特性就是纯洁、无涯、智慧，就像一个小孩子很天真一样。但是他的注意力都是在他所做的事情。你看小孩子在玩耍就晓得，他不会给旁边的那个事情混乱，他的注意力都是在他眼睛上、手上，所以就是必须要你要跟赤子之心一样，这个轮环就是很健全。那么阴脉它是从第一个轮环一直上去，顺着左边一直上去，然后在脑间交叉到右边去。那么各位看到这头上这两个蓝色的跟黄色的，有点像气球一样的，这个在我们沙海就叫做知足的、自大的。这边右边的强求智慧得到的，这就是知足自大。左边这个出来的超我，也就是这个在英文上叫做 ego 跟 super ego 超我。什么是 ego 呢 ？ego 就是我以为是这样才对，知足，在佛家里面讲知足。平常你讲话说，两个人讲话说不应该是这样，不，这就是一种知足的表现。那么超我呢？所谓超我，就是说超过你自己，就是说你平时因为每一个人的家庭环境、文化背景不一样你的父母亲怎么样培养长大成人，就给你培养怎么样的习惯，所以每一个人的习惯都不一样，这个叫做惯性，这个叫做超我。所以超我这个比较强的人，他这个能量从哪里来？他这个情绪的变化比较大，他的能量如果用的太多的话，他就从右边的能量抢过来。那么自大执着的人，每天自大执着表现比较强的人，他的能量是从哪里来的？他从左边抢过去，所以
右脉比较强的人，左脉的人几乎比较弱，这是阴阳不调。阴阳不调的情况如何？你看我们人的心是在左手边，所以阴阳不调的人，比较每天就注意说，我今天一定要赚100万我才要停止哦，一天工作要做到什么完美的程度。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养成高血压、心脏病。那右脉比较强的人会折磨别人，因为你这个自大，所以你要别人照着你的话去做，别人照着你的意思去做，所以这个就是折磨别人的。左脉比较强的，就像我母亲，她是就像比较像古典的，母亲都传的这种，所以她是被折磨的，这种就是被折磨。所以这种现象可以看出来。假如说太情绪化了的话，它就会变成很忧郁、很痛苦的生活。右脉比较强的人，也就是每天的生活非常紧张，真是不眠不休那种，半夜都会跳起来，做噩梦都会跳起来。那么完全靠这个左右脉去做事情的，他的每天会产生一种毒素，这个毒素就好像气球一样，它一直上升到头顶上，就好像一个屋顶上，它就变成一个气球，就很大，它就把在头顶上硬化掉，就把你跟这个创造这个世界的主宰隔绝掉，所以这里到我们可以从那个小孩子刚出生的小孩子，那个天盖是软的，你可以看见他的脉动，你以为是他是因为是血液在跳，事实上它是一个生命的脉动。那个生命的脉动事实上是在从这里它是演化上来的，小孩子可以看出来。现在的科学家他们已经发现那个小孩子在母亲的肚子胚胎里面，第一个先发展的就是心脏，先出现的心脏，心脏慢慢的下来，跑到这个就在这里，所以这个头骨这个地方是转的，就是这个道理。这是医学上最近才发现，大家都是以为是脑子先发展，但是事实上是错误的。很多今天科学所发现的事情，跟古时候不太一样，但是科学只能印证古时候的知识。古时候的知识，科学到今天很多都没办法印证出来。所以，非常speak about the subtle system. Speak about the subtle system. Shall I take another 2 minutes to finish? Finish? You better finish. All right. 那么各位，我今天介绍的这个差不多10几封信，也就到此为止。我想从下礼拜二开始，如果大家有继续追求的话，每礼拜二这个台大的一个积极跟那个踊跃参加。我们一定把这种实体东西是一种科学，好像是今天拿一个生命智慧的树木西方的科学追求的是
花叶是跟就是在地上的，但是印度的那个圣灵血它是追求它的根部，所以我们如果说是一味追求地上的东西的话，我们就是舍本逐末。所以，既然今天科学文化，我们如果想了解它，不妨往根底下去追求，就可以找到它原始的道理。那么我的介绍到此告一段落，谢谢各位。Tell them when I'm lecturing, don't take photographs, will be better. See, when I'm lecturing, they should not take photographs, otherwise you see. 在去马里演讲的时候，请各位不要照相。I bow to all the seekers of truth. 我向各位追求真理的人鞠躬。At the very outset, 在大地上， you have to know that truth is what it is. 你必须要了解真理是什么东西，就是它根本是不会变化的。You cannot change it. 你不能够改变它， You cannot conceptualize it. 你也不能用脑子去想象。And unfortunately, at human level, 很不幸的，在我们现今的人类状况之下，with human awareness, you cannot know it. 在人的世界上，你没办法觉察到。 Now, whatever I'm going to tell you today here, 今天不管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 you should not follow it blindfolded. 你不要盲目的追求。 We have had lots of problems with blind faiths. 我们有很多的问题， But if it is proved, 但是假如它是真的呢？ so treat it like a hypothesis. And if it is proved, then you have to accept it as honest people.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我所说的话当做一个，先当做一种假设你证实它的话，你就要接受它，你就要谦虚的去接受它。 Because it is for your benevolence, 因为这个知识是对你是有利的， benevolence of your family, 对你的家庭都有很大的益处， benevolence of your country, 对你的国家都很有益处， and benevolence of the whole world. 甚至对全世界的人都有益处。 Most of the problem, if you face, 大部分你所面对的问题， come from 从 human beings in this world. 这个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 We create the problems. 我们创造这些问题的。 And these problems, unfortunately, come from the subtle center, from these chakras. 而且这些问题是从我们的实体供给我们的身体这个实体供给轮环上面产生的。 If these centers are in jeopardy, 假如这些中心轮环不好的话， then you have physical problems, 你就会产生各种身体上的不同， emotional problems, 情绪上的不适， spiritual problems, 生理上的不适。 and collectively, then you hav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other problems. 在集合体上、团体上，你会有各种经济上的问题。
So, we have to know what is the truth. 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是真理。 The truth is that you are not this body, mind, your emotions, your intelligence, but you are the pure spirit. 真理不是你的身体，也不是你脑子所想的，也不是你的智慧，而是你要跟原始真理圣灵正统。 You see these beautiful flowers. 你们可以看到这台上的漂亮的花朵。 And we don't know that this is a miracle. 你可以看出来，它不是像奇迹一样吗？ We take all living work for granted. 我们把这种实际的东西认为是天赐的。 In the same way, if we ask a doctor who runs our heart, 同样的道理，假如我们问医生，问这个心脏科的医生， he will say, it's the autonomous nervous system. 他会告诉你说，哦，这个心脏是属于自主神经系统的一部分。 But who is this auto? 什么是自主呢？ So there are many things which cannot be answered through science. 所以有科学，你很难了解这个问题。 Because science has its own limitations. 因为科学是有限的。 It cannot answer the question, why are we on this earth? 它不能解答说我们为什么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It cannot answer the question, what is the purpose of our evolution? 它不能解答我们人类演进的因素。 Why have we become human beings? 为什么我们身为人类？ For this, one has to know that our human awareness is also limited. 所以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身体的知觉也是有限，目前有限的。 So something more has to happen to us in our evolutionary process. 因此，在我们身体的演进，我们必须要更进一步的进入另外一个境界。 Moreover, we do not know what is the absolute truth. 我们要不然的话，就没办法知道什么是绝对的真理。 Somebody says this is good, somebody says that is good, and there are so many discussions, arguments, and wars. 有的人就说这个事情是好的，有人说那个事情是好的，所以我们事实上就没办法界定到底是哪个是好的。 If we are all human beings the same, and our brains are the same, why should we have different ideas? 假如说我们将成为同样的人的话，为什么我们会有不一样的思想？ And why should we fight? 为什么要互相争吵、争斗？ Why should we kill each other? 为什么要互相残杀？ This is not understood because we do not know the absolute truth. It's all relative. 所以说，这个原因的真解是在我们没办法分辨出它绝对的真理在哪里。 We live in a relative world. 我们住在这个相对的世界里面。 So when this subtle system works out and this power rises up and becomes one with this all-pervading power, 所以在这个我们实体空间里面，它接起过来的时候，它经过各个轮环， which this is the power which does all the living work. 所以它这个昆达利尼，它做所有的生命的工作。 We get connected with this all-pervading subtle power around us. 当我们跟这个创造的世界的能量通会的时候， Then we know the absolute truth. 到那个境界，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什么是绝对的真理。 On our central nervous system,
在我们的神经系统里面，我们可以感觉到。 This is known in Sanskrit as bodh, from where the Buddha word has got bodh, to know on your central nervous system. 这个在法文里面，波呢就是说真理，在我们的身体上应该可以感觉到。 It is not just our mental idea, it is actualization of reality. 这个不是我们脑子里面的想象力，而是切切实实的可以感觉到的。 As you all can see me sitting here, 就像你可以看到我坐在这上面一样， there is no doubt in your mind that I am sitting here. 你们绝对不会怀疑说我是不是坐在这里。 In the same way, you know the truth on your central nervous system. 同样的道理，这个真理就在你们身体的这个神经系统。 Whatever we have achieved in our evolutionary process, we have felt it on our central nervous system. 不管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任何事情，我们都可以在我们手上的神经系统里面可以感觉到。 For example, if a dog or a horse has to go through a very dirty lane, it can go easily. 举个例子来讲，一只狗或一匹马，它经过一滩烂泥巴，它很容易的就让它走下去，好不起。 But human beings cannot. 但是人类呢，你就是看到一滩水，你就没办法说这条路没办法行得通。 Because they have a subtler awareness. 因为我们人有很敏锐的这个敏感力。 So the second truth is that there is an all-pervading power of divine love. 所以第二个真理呢，就是对于一个无所不在的造物主的力量，爱的力量。 In every religion it is described. 在每一个宗教里面都提到这个爱的力量。 In Quran even it is described. 在回教的可兰经里面也提到。 And is called as Ruh. 在可兰经里面，它的发音这个提到的是 ruh。 In Quran it is written that at this time, which he calls the Qiyamah, means resurrection time, 在可兰经里面，它有记载说，当人类复活的时候， your hands will speak. 你的手会讲话。 Even in the Bible we have Last Judgment. 在基督教的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记载。 Of course, in the Indian scriptures is described as Utthana, means resurrection time. 在圣经里面，它也提到这个复活的时候，人类要复活的时候会到。 This is the resurrection time when you 现在这个时候就是人类复活的时候。 and people will have the spiritual awareness. 在这个时候，你会有这种灵性上的感应。Now the spirit resides in your heart. 你从心里面感觉到这种圣灵的写作。 And the ruling, we call the God Almighty, you can call it, resides here on your fontanelle bone area. 在这个无所不在造物主的这个力量，你可以感觉到在你的天灵盖上面呈现。 So when this Kundalini goes through the sixth center, it nourishes it and also it integrates. 所以这个昆达利它复活的时候，它会经过这个六个中心，从头上出来。 Then you start feeling a cool breeze like sensation of this all-pervading power. 那时候，各位的手上就可以感觉到这个清凉的劳动出现。 Is described in Indian scriptures as cool, salilam, salilam. 在梵文里面，它有这样的说法。 It is described in the Bible as cool breeze of the Holy Ghost. 在
基督教的圣经里面还有记载说这是圣灵的人。The time now has come for you to know all the realities. 所以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各位所必须知道的事情。So first you know about your centers means you get the self-knowledge. 所以各位在你的中央的神经系统里面可以感觉到他的生活的真正的知识。When you feel on your fingertips the different centers, you know what's wrong with you and what is to be corrected. 在你的手上不同样的部位，你可以感觉到你的身体上哪个地方有阻塞的现象，不适当的地方。You'll be happy to know that in India we have 3 doctors who have got their MD in SahajaYoga. 你们要知道，在印度现在有3个医生，他们是研究这个沙哈加制作而得到这个医生的学位。So it is tangible. 所以SahajaYoga的学说是可以证实的。If you have 10 children and cover their eyes and ask them what's wrong with this gentleman. 假如我们把10个小孩子排在前面，把他们眼睛蒙起来，问他们说，站在这个10个小孩子前面的这位先生有什么问题？ They are realized soul, then they will tell you only 1 or 2 fingers like burning, they will show you. 这10个小孩子，每一个都是出生就是达到自己事物的人，他们每个人都会不约而同的告诉你说，这个手指跟那个手在动。Supposing they show you this finger. 举个例子来，我跟你讲这个右手的无名小指。That means the person is suffering from lung trouble. 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右边的肺部有问题。You don't have to go through the cruelties of diagnosis. 你不必去找医生去判这些诊断。You don't have to take medicines which react. 你也不必去找医药去治疗。Which give you other troubles. 这种药品有时候会甚至给你另外一种副作用。Now they are even condemning antibiotics completely. Antibiotics they are这个就是抗生素的东西。So, what we reach a point that whatever treatment is there available now is still relative. 所以不管这个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到时候你可以自己手上反映出来。But this is absolute. 但是这是绝对的。If the diagnosis is done, is absolute. 假如诊断是对的话， And treatment that is given is also absolute. 那么如果去诊断它，你应该是绝对的。Maybe it may not act on about 10% people because of various reasons, but it acts at least on 90% people. 这种诊断的方法，也许有10%的人不会作用，但是90%的人大部分实际上可以根治它。So,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it is done without any money. You can't pay for it. 所以这种知识你不能用金钱去补偿它。It's a living process. 这是一个生命的过程。How much did we pay for our evolution? 难道我们人类也进到这个地步是用金钱去换来的吗？ How much do we pay to the Mother Earth for these beautiful flowers? 你给这个大地这个母亲付了多少钱，就得到这种漂亮的花朵？ This is your own power. 这是你自己的
力量。 And in the bone, sacrum, that means the Greeks knew it's a sacred bone. 所以它是由你的那个肾骨上面发出来的。 Sometimes you translate so short and sometimes so big. All right. So, now to understand that what are we? We have no way out. 所以我们要怎么去追求它？我们没有其他的方法。 Another great thing happens with SahajaYoga, that you achieve your present. 另外一个在SahajaYoga你可以获得的东西就是眼前，是目前。 We are all the time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or the past. 我们老是在思想，不是过去就是将来。 And a thought rises and falls off. Another thought rises, falls off. 一个思想上来，另外一个思想又上来，接隔不断。 And we are jumping on the cusp of the thought. 所以我们的脑子是在每一个思想的这种底端上来跳跃着。 We cannot be in the present. 我们没办法面对现实，面对目前这个。 The past is finished and future doesn't exist. 过去发生的已经过去了，可是将来的还没到来。 So we are not one with reality. So we are not one with reality. 所以可见我们跟现实不是在现实这一刻上面。 Because that is the present. 因为现实就是目前这一刻。 Present is the reality. 目前就是现实。 So when the Kundalini rises, she elongates these thoughts. 所以当昆达利上来的时候，他把这个思想的间隙这样延长。 And in between the thought, there is a space, the pause, which is the present. 所以在这个思想的间隙之间，这个就是目前的一刻。 Now, that is the time you have no thoughts. You are in the area of your own peace. 这个没有思想的境界，就是你的和平安详的一刻。 That is how you are in meditation. You cannot do meditation, but you are in meditation. 这个就是说，你是在静坐的境界里面，而不是说你在做静坐的动作。 This we call as thoughtless awareness. 这个境界也叫做没有思想的境界意识。 Jung has described about it. Jung. 你自己达到这个境界。 So, when you become thoughtlessly aware, 所以说，当你在这种没有思想的境界之中， you become the witness of the whole play. 你变成了这个整个这个计划的见证人。 You see the whole thing, whole world as a play. 你可以看到这个全世界这个东西，就是说计划里面。 Now, supposing you have problems, it is like you are in the water and afraid of the waves. 假如说你在这种， You have problems and you are afraid of the waves. 假如说你有一种任何问题，而且你害怕，你心里害怕的时候， Waves in the water, as if. In the water, you are standing, you are afraid of the waves. 你站在那个水面上，你怕那个会淹死。 But somehow, if you can come in the boat, you can see the waves. 但是，假如你可以走到船上的话， And if you can swim, you can jump and save others also. 假如说你会游泳的话，你看到人家淹死， If you can swim, you can do it. 你会游泳的话，你就能做到。 In the same way,
You see your problems, you witness your problems. 同样的道理，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问题，你可以自己去正视它。You are not in it. 但是你不是在那个 And you can solve it. 因为你不在那个问题里面，所以你可以解答到这个问题。And also you can solve the problem of others. 不但如此，你可以解决其他人的问题。It sounds fantastic. It sounds fantastic. 说起来它实在是太好了。But you are fantastic. 但是事实上，你们各位实在是太好了。You have so many powers. 你们自己有这么多的。Only thing you are not aware of them. 可惜的就是你没办法觉察到自己的力量。Like a candle which is not yet enlightened. 就好像一个蜡烛可以点亮另外一个蜡烛一样。But when it is enlightened, it gives light. 但是你如果说蜡烛是点亮的话，你可以点到其他烛。自己的蜡烛没有点亮，你再怎么点也点不亮别人。I give an example of a television. If you take it to a remote village in India, where they have never seen. 我给你一个例子啊，在印度的乡村有很多地方没有看过电视机的地方。And if you tell them that in this box you can see films, they'll say, "This is just a box." 你告诉他说，你在这个箱子里面，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他说怎么可能？这只是一个箱子而已。 In the same way, we too think that we are just a box. 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身体就好像一个壳子一样。But once you are put to the mains, you are fantastic. It's all built in within you. 但是，假如你把这个电源插上去的话，你这个就是太伟大了。If this instrument is not connected to the mains, it has no meaning. 举个例子来，我们这里的两个麦克风，如果没有插到电源上的话，一点意义都没有。That's why people have no identity. They don't know what to do with themselves because they think they have no identity. 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人没办法感觉到我到底是什么人。In England and America, they cut their hair, they do this, they do that, just because they think they have no identity. 因为这个在美国有很多这种人，就是自己没有见识，就是不晓得自己是什么人，所以他理发一样奇奇怪怪的样子。 Your identity is that you are the pure spirit. 你的真正的那个身份是，你就是一个元神圣灵。 And then this witness state grows within you. 当这个知觉增进的时候， And you become a personality with an attention which is absolutely pure. 这种境界里面，这种知觉觉醒后，你的个人的这种人格就是更强化，更纯洁。 Christ has said, "Thou shalt not have adulterous eyes." 像耶稣基督他是那个圣人，他说你不可有遗忘的眼光。 I've been to all the Christian nations. I haven't seen anybody with that pure attention. 我在很多基督教的国家巡走，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说没有一样的眼光。 But this pure attention, when it is glanced at somebody, 但是，假如你有这种纯洁的这种注意的话，看到别人的话， that person also becomes peaceful. 别人看到这个眼光，他也变成一个安静和谐， and can be cured. 同时他的问题也会解决。 You develop another great dimension of your attention. 所以你在你的自己的注意里面会跳到另外的境界里面去， where you can feel the centers of others on your fingertips. 当你可以感觉到别人的身体状况在你的自己的手上的时候， So you become collectively conscious, collectively conscious. 你就变成一个集合的意识力量。 That means you can feel others on your fingertips. 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在手上可以感觉到任何情况。
Now, if you know how to correct your chakras and to correct the chakras of the others, you solve the problem. 假如你可以修改自己的轮滑的问题的话，又可以修改别人的话，那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So, all the stress, strain and all that with which you suffer goes away. 所以在这个社会上所面临的任何压力都可以消除掉。You become an extremely dynamic personality. 你的人格变成多元化的人格。At the same time, you become extremely compassionate. 同时，你变成非常慈悲的人。 Thus, a new race is created 这个就是新的人类。 of people who are very wise, 这个 who are peaceful, and who are very efficient. Very wise, 人就变成很聪明、 efficient, 有效、 and compassionate. 慈悲力。 And you know everything. 同时，你也知道所有的事情。 All the subtle knowledge which was not known to you. 以前你所不知道的这种敏锐性。 Then you can understand Tao of Lao Tse. 像道像老子的道理， You can understand Buddha, 可以了解到释迦牟尼的道理， Zen, Viditama, 你可以达摩祖师的道理，你也可以了解， Christ, 甚至耶稣基督的道理，你都可以了解。 and all other incarnations. 还有其他到过这个世界上的圣人的道理， You get connected to them. 你就跟他们连结同轨。 And that is how you achieve this power. 这个就是你们达到这个力量的现象。 Above all, you jump into the ocean of joy. 最重要的呢，你跳到一个喜乐的海洋之中， You enjoy yourself, you never bored. 你自己想要把这个享乐，实在是无穷尽的享乐。 You enjoy others without any lust or greed. 你甚至可以跟别人享受到别人的喜乐，没有耽误到别人的人格。 You give up all that is destructive. All that is destructive you give up. 你把以前所有的任何不好的东西都放弃掉。 It is like this. If, say, I have a snake in my hand and there is darkness. 因为这个意思就好像说我在黑暗里面所抓到的一条蛇。 And I am very egoist and adamant person. 我自己的自大力量很强，我不愿意听你的。 If you tell me there's a snake in your hand, I'll say, no, this is not a snake. This is a rope. 如果我告诉你的话，你就会说我手上抓的不是蛇，是一条绳子。 Till the snake bites me, I will not give up. 甚至蛇咬你的手，你都不愿意放弃掉。 But as soon as there is a little light, I'll throw it away. 只要我给你一点点的亮光，你看到了这个手上抓的东西，就把它放掉。 In the same way, you'll be amazed that people in London gave up drugs overnight. Drug addicts gave up overnight. 同样的道理，有很多吸毒的在一夜之间他们就放弃掉这种不良东西， Because you also become very powerful. 因为他自己的节目到这个力量， Nothing can destroy you. 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摧毁你， And you cannot destroy yourself. 你不能摧毁你自己。 It happens also, as I told you, you jump in the ocean of joy. 它的发生，所以这种成果就讲，你直接就跳到这种快乐海洋。 Joy is not like happiness, unhappiness. 喜乐不是说我心里快乐而已， It is absolute. 它是绝对的喜乐。 When your ego is pampered, you feel joy, happiness. 像
如说你自己梦成自己的话，你这种快乐跟这个是不一样。When it is punctured, you feel unhappy. 可是这种快乐，假如说你得到这种对应的话，你就不高兴。But in self-food, you are all the time in joy.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是永远在喜悦之中。Now you know I am a very old woman of 71 years. 你看我是超过70几岁了。First when I came to Taiwan, it was like a shanty town, absolutely. 我第一次到这里，到台北的时候，这里好像是一个很破落的小镇。But today what you see is such a prosperous country. 但是我今天看到的是这么个荣华富贵的国家。But what you need is spiritual prosperity.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在这个圣灵上面的。Otherwise you cannot enjoy anything. 如果没有达到境界，你不能享受到这些方法。I am sure tonight all of you will get your self-realization. 我可以感觉到各位今天一定可以得到这种自己自我的境界。I know also you have got questions. 我知道各位有很多问题。You must know I've been traveling like this for the last 24 years. 我每天都在全世界各地旅行，已经有20几年了。And I have answered all kinds of questions. 所以各种各样的问题我都解答过，我都回答过。I'm quite an expert, very clever. 我变成了解答问题的专家。But it's just a mental acrobat. 但是解答这个问题呢，只是一种想象力，脑子之间的事。You have to go beyond your mind. 你必须要超过这种脑子的想象力之上。Into thoughtless awareness. 进到这个没有思想境界。Into the second state we call doubtless awareness. 你必须要进入这种没有 Where you get all the powers by which you can give realizations to people. 所以在这个境界，你甚至可以给别人这种自己自我的境界。You can do marvelous things after that and you are amazed how fantastic you are. 可以做这种很多你自己想象不到你必要做到的事情。Only thing is that you have to be very confident, all of you, that you will get your realization tonight. 唯一的条件，你们就是必须要今天晚上必须要有自信。It's very easy. Sahaja. Sa means with, Jo means born. Sahaja 就是顺势自然的自然生。So born with you is the right 所以 to get 在你的身体很自然而来的。to get this yoga, the union with the divine. 达到这个通会的境界是很自然的事情。Yoga is not standing on your heads and all that. 所以所谓瑜伽，不是说你要头倒立。That is just a wee bit. 那个只是一点点的。It is not mental. 那个不是想象的。You don't have to give up anything. Don't have to go to Himalayas and stand on your 你 heads. 不需要放弃任何东西，或者到喜马拉雅山去追求。It's within you. 就在你的身体里面，你就可以得到。It's your own. 是属于你自己的东西。This Kundalini is your own mother, individual mother. 这个昆达利就是你自己的母亲。She knows everything about you. 她知道你自己的过去，任何过去的事情。And she's your mother who is anxious to give you your second self. 她就像你的母亲一样，给你第二次的再生的力量。Now you might find people saying I'm twice born. It's not. It's just a label like Christian, Hindu, Muslim is just a label. 你可以自己说你是在其他宗教里面说我是再生的。Because you may be Hindu, Christian, Muslim, anything, you can commit any sin. 不管你在这个宗教里面，都还会照样犯罪。And these organizations that they have formed in the name of religion are just money oriented. Can't you see that? 在这种
人所组织的宗教的信仰是一种They are either social institute, social clubs, 是一种社交的那种俱乐部， or they are power oriented. They are power oriented. 或者是那个权势在后面推动的。 None of them are spirit oriented. 从来没有一个宗教组织是一个以圣灵为目的的。 So you shouldn't blame the religions, but the people who have done this. 所以你们应该要知道这个宗教组织。 In SahajaYoga, you will know that all these religions were born on the tree of spirituality. One tree. 在沙哈加静坐里面，你可以感觉到所有的宗教都是同样一棵树长出来的。 But the people took out the flowers. 但是人类呢，把这个花朵摘下来， They took out the living flowers and now they are fighting with the dead flowers. 他们这个摘下活生生的花朵，就现在为了这个死去的花朵而争吵。 I'm sure today you all will get your self-realization. 我确信你们各位会得到自己生活的这种经验。 But there is one thing I respect your freedom. 但是我很尊重你们个人的自由。 If you don't want to have it, I cannot force on you. 假如你不想得到它的话，我没办法强迫你。 I would request you that in that case, you should leave the hall. 我也有要求，假如你没有兴趣的话，你现在就应该离开这里。 It will create no problem. It will not harm you, and you will get your realization. 这个我们绝对不会有任何说伤害到人的这种过程。 It's like the sprouting of the seed. 就好像种子发芽一样。 But then you have to attend our collective, in the sense, our programs which are follow on. 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们必须来参加随后来的一系列的这个活动，来从这个集合集体的地方去练习。 You don't have to pay for that also, for the whole knowledge. Nothing is needed. 这个过程是真真切切的，是很神圣的，你绝对不需要去付费。 Moreover, it cannot be forced on you. 同时，你也不能去强迫你自己。 Of course, it cannot. It is not meant for idiots. You see, that's one 同 thing. 时，它这种东西也不是给 And for arrogant people. Also for arrogant people. 也不是给很高傲的人得到的，高傲的人得不到的。 You have to be humble about it. 你必须做一个谦虚的人，才能得到这个东西。 You don't have to give anything, 你不必付出任何代价， but you have to receive something. 但是你要接受。 There's no obligation of any kind. 这里面没有任何的义务， It is your own power 这是你属于你自己的东西， which will manifest itself. 它自己会表扬放大出来。 So I would request again those who want to go can go, because it will take about 10 minutes. But when we are doing the process, I don't want anybody to be getting up and walking off. 所以我现在在跟各位要求没有兴趣得到这个人，现在可以离开场地，因为等一下我们只需要10分钟的时间。你如果站起来的话，我可以干扰到其他的人。 There are 3 conditions which are very simple. 这里有3个条件我要告诉你。 First one is that you should not feel guilty at all. 第一个条件就是说，你绝对不要有内疚。 If you have done some mistakes, 假如你过去做过任何的错误的话， just face it, but why to feel guilty? 你只要去面对它，但是你不要去觉得这是一种罪恶感。 It is a myth.
这是一种神秘的东西。Now, if you are feeling guilty, you don't know what you are doing to yourself. 假如你认为你有内疚的话，你认为自己是罪恶的话，就是。If you feel guilty, then this center on this side goes into problem. 假如你认为自己是内疚是罪恶的话，那么这个轮环它就会衰弱。Then you get a disease called angina. 那你就会在这个轮环如果阻塞住的话，很容易引起这个心脏Spondylitis. 阻塞Spondylitis. Spondylitis. Spondylitis 就是骨骼lethargic organs, and cervical cancer. 甚至会得到癌症。So why to feel guilty and get these diseases here? 所以你们绝对不要去有内疚，认为自己罪恶，要不然你就会得到癌症。If you have done any mistakes, 假如你们做过任何错误的话， you should know one thing, that this all-pervading power is the ocean of forgiveness. 你们必须了解，你们做过任何错事的话，这个伟大的造物主是一个无限的爱的海洋。It is truth, but truth is love. It is love. 他这种爱情，他什么样的错误都可以原谅。It is divine love. 这个神圣的爱。And it wants you to become spiritual. 希望你能够真正的变成一个元神圣灵。As they say, to enter into the kingdom of God. 就像他们所说的进入神的天国一样。So please don't feel guilty at all at this moment. 所以在这一刻，请各位绝对不要有内疚、罪恶之感。Then another condition is that you have to forgive everyone. 另外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要原谅所有的人，任何人。Now some of you may say it is difficult. 有的人也许会说这个很困难哦。But whether you forgive or don't forgive, what do you do? 但是你原谅或者不原谅，你又做了什么事情呢？ You do nothing. 你什么都没做到。It is a myth. 这就是神秘的地方。But if you don't forgive, then you play into wrong hands and torture yourself. 但是假如你真的不原谅的话，你就是被人家玩弄，使你自己得到挫折。If you feel guilty, this center won't open. 你感觉到内疚、有罪恶的话，你这个中心就不会打开。And if you don't forgive, then the center on the optic chiasma is like this, absolutely constricted. 假如你不原谅别人的话，这个地方眼睛的视神经后面的话，就会阻塞住。If you forgive, it opens. 假如你原谅别人的话，这种地方就打开了。So all your life you have tortured yourself. 所以说，你这一生不必折磨自己。So what's the use of remembering people who have hurt you? 所以不要去想这些事情，你一点用处都没有。You better forgive all of them, even without thinking about them. 你可以不要去想是哪个人，我必须要原谅，只要原谅别人就好。You just have to say, I forgive. 你只要说我原谅就好。Because if you don't forgive, you will miss the chance again of your self-realization, as you have already tortured yourself. 假如你不原谅别人的话，你就失掉这个今天的这个圣灵提升的机会。Now the third condition is that you all have to know that you all can get your self-realization tonight. 第三个条件是说，你必须要有信心，你们大家在场各位
都可以得到自己事物的信息。Whatever may be your condition. 不管你的习惯是怎么样， But 但是 this condition is such that if you doubt yourself, you will not get your realization. 这个惯性，如果怀疑的话，你就是今天晚上也得不到这种体验。 So, I think these conditions are acceptable to you. 所以我想这三个条件你都可以接受吧。 Now there's something small I have to tell you, that we have to take out our shoes because this Mother Earth helps us a lot. 我现在要要求各位另外一个小小的，就是请大家把鞋子脱下来，因为这个脚要贴住这个大地之后，脚两开，稍微打开，踏在地上，自然的。 You don't have to close your eyes just now. 您现在可以把眼睛闭下来，还不需要那么。 We'll show you how you are going to nourish your centers, yourself. 我现在要告诉您如何能够There are two powers, the left and the right. You tell them about it. 所以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两个力量，左脉的力量、欲望力量，右边的力量就是行动的力量。 Left is the power of our desire. 左边就是我们的欲望、愿望。 While the Kundalini is the power of pure desire. 所以，昆达利就是你最纯洁的欲望。 All other desires are impure. 所有的其他的欲望都是。 Because whatever we desire, we are never satisfied with it. 不管你其他的任何欲望，你再怎么得到，你还是不会满足的。 So this pure desire that is within us, of which we may not be aware. 所以这个纯洁的欲望，是以前我们没有觉察到的。 Is the pure desire to be one with this all-pervading divine power. 也就是说，跟创造这个世界的能量、能源连接、同轨。 You have sit comfortably, not bending too much or slouching, but comfortably in your seats. 请各位坐在椅子上，很自然的坐，不要歪着身体或者。 And you people need not write just now because this is only to be done tonight. 这就是今天晚上就是这样的。 All right. Now please put your left hand towards me like this. 所以请各位把左手对着虚的他。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get self-realization. 最重要的是你们今天一定要得到它。 So please put the left hand towards me like this 所以请 and the right hand on your heart. 用右手放在你的胸口上面，右手放在左边的胸口上面。你现在不要写笔记或者是。 In the heart resides the spirit. 在你的心里面住的就是圣灵。 So now you should know when if you become the spirit, you become your own guide in the light of the spirit. 所以，当你成为圣灵，你跟圣灵共事的时候，你就成为你自己的导师。So you become your own master. 因为你做你自己的导师，所以你是你自己的主人、主宰。So now take your right hand in the upper portion of your abdomen on the left hand side. 所以说，接着就请各位把手移到胸口下面的。 肋骨左边肋骨的地方 and press it. 这样轻轻的压下去。 Please take it down, all of you. Please take on the. 有的人手还在胸口上面，放下面，放空心。Yeah. 看这位。 Just see there.
This is the center of your mastery, 这个中心也就是各位created by great prophets and masters. 是以前的先知大师所创造灵气的地方。We are working only on the left-hand side. 我们只是在左手边做这个动作。Surprising, you put your right hand in the low portion of your abdomen on the left-hand side, and it is the center of pure divine knowledge. 下一步呢，就再把右手移到下面一点，腿部跟身体接触的地方，它就是真理的支持的地方。So now, raise your right hand again on the upper portion of your abdomen, on the left-hand side. 到了这里以后，你再把手放到中间的地方。Then on your heart. 然后接着再放在你的胸口上面。Then in the corner of your neck and shoulder, 过了这个以后，你就把手放在你 the center about which I have told you. 左边的肩膀， Turn your head to your right. 你的头弯向右手边。 Now, please take your right hand on top of your forehead across and please put down your head. 接着，请各位把头低下来，把右手放在前额上面。 This is the center where you have to forgive everyone in general without thinking about them. 这个中心就是各位要原谅所有任何人，不要去想说我要原谅谁。 Now, please take your right hand now on the back side of your head and push back your head. 接着把手放在你们后脑部的地方Now, this is the center where you have to ask forgiveness from the divine power without feeling guilty, without counting your mistakes. 这个中心也就是你必须要要求这个主宰的神原谅你过去所做的任何错误的地方，原谅你自己。 Now, the last center, you stretch your palm, please. 最后一个中心，你把你的右手这样敞开来，把手指这样挺直。 And please put the center of your palm on top of your fontanelle bone area, 手心放在头顶天灵盖的地方。 which was a soft bone in your childhood. 在你小时候的时候，这个天灵盖是软的。 Now, push back your fingers nicely. 手一定要挺直，每一个手指要挺直。 So, there's a nice pressure on your scalp. 然后，用手压住这个天灵盖的骨头上面。 Now, please take down your head. 头朝 Put 下， down your head. 头稍微往下， Put down. Very important. 头一定要低下来。 Now, move the scalp 7 times slowly, 7 times slowly clockwise. 用右手轻轻用力的由左往右这样牵着摩擦7次， Please put down your head. Put down. 不要朝下。 Put down your heads, otherwise it won't. Put down. Yeah. Now, press it hard. Push back your fingers and move it very, 手指挺直的，用力压下去， very slowly. 手很 Clockwise 很慢的顺时钟这样摩擦你的头顶。 Now, put down, put down, put down. Now, that's all we have to do. 这个就是等一下我们要做的所有的动作。 Please put your feet apart from each other because these are two powers. 请各位把这个脚分开站，放在地上， And left hand towards me. 左手对着我。 And be I would say pleasantly placed towards yourself, pleasantly placed. Not angrily, but pleasantly 你要 placed towards 心 yourself. 情要放愉快，很自然愉快安详。 Now, put the left hand like this, left hand, and the right hand on the heart. 左手放在膝盖上，右手放在你的胸口上。 You can take out your glasses, it will help you a lot. 请把 Take out your 戴 glasses, 眼镜的人， and you have to close your eyes now. 因为现在各位就是要眼睛闭起来的时候，不必戴眼镜。 And please don't open your eyes till I tell you. 请
请各位不要把眼睛睁开来，因为当你必须要睁开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睁开眼睛的。请各位不要睁开眼睛。Don't say any mantras, anything, no prayer, nothing. Just leave your attention free. 不要讲任何的口诀，或者思想这种东西，只要把注意力放在你自己的身体上。Do not concentrate it anywhere. 不要注意这个地方。The Kundalini will look after it. 你的昆达利会照顾你。In the heart resides the spirit. 在你的胸口上就住在的。You have to ask a very fundamental question about yourself 3 times. 你必须要问自己问3次关于这个基本的道理。In your heart. 在你的心里面。Please ask 3 times. If you want, you can call me mother or you can call me Shri Mataji. 你可以叫我 mother 或者叫我 Shri Mataji 或母亲。在心里面这样讲，3次。Now, the question is, Mother, am I the spirit? Please ask this question 3 times. In your heart, Mother, am I the spirit? 问母亲，我是不是我自己的真理？问3次。很虔诚的自己问自己。I've told you, if you are the spirit, you become your master. So please take your right hand in the lower portion of your abdomen on the left hand side and press it hard. 把右手移到下面的那个中心。Now here ask a question, fundamental question about yourself 3 times again. 现在请大家自问3次。Ask a question, Mother, am I my own master? 母亲，我是不是我自己的导师 All right. I've already told you that I respect your freedom. 我已经告诉各位，我很尊重你们的自由，个人自由。And I cannot force pure divine knowledge on you. You have to ask for it. 甚至这个很纯洁的知识，我也不能强迫的教给你，你必须要自己要求。So now, please. 所以，请各位把 put your right hand in the 右手往下移到 in the lower portion of your abdomen. 移到身体的 On the left hand side. 在左手边。And here ask 6 times. 此处你问6次。Mother, please give me pure divine knowledge. 母亲，请你赐给我纯洁真理知识。6 times because this center has got 6 petals. 我们问6次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中心有6朵花瓣。As soon as you ask for pure knowledge, the Kundalini rises. 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身体里面的昆达利尼就开始往上提升。So now raise your right hand. 现在把右手再往上移。In the upper portion of your abdomen on the left hand side. 身体中部左手边上。We have to open all these centers with our full self
faith, or we can call it the confidence. 我们现在有信心的打开这些六个中心。Here you have to say 10 times. 所以在中间的地方，你们要问10次， With your full confidence. 要很有信心的自问， Full confidence. 绝对的信心。 Mother, I am my own master. Please say it with full confidence. 你自己要很有信心的问10次，然后说出来之后，母亲，我是我自己的导师，我是我自己的主宰。数10次。 I've already told you at the very outset 我已经在最前面 that the truth is you are the pure spirit. 真理就是你自己就是元神真理。 So please raise your right hand on top of your heart 请把右手移到你的胸口上， and again say it with full confidence 12 times. Mother, I am the pure spirit. 你们自己问12次，先生说，我就是我的真理元神，问12次。母亲，我就是真正的元神，我自己就是元神。 This divine power is the ocean of knowledge and bliss. 这个神圣的力量，也就是真理之识。 But above all, it is the ocean of forgiveness. 但是最重要，它就是 And it can dissolve 原谅的海洋。 all your mistakes. 这个伟大的海洋可以把所有的错误都溶解掉、洗净 So 掉。 forgive yourself 所以说，你们要原谅你自己。 and raise your right hand in the corner of your neck and your shoulder. 所以说，请各位把右手移到左边的颈部和肩膀交接的地方，都往右移。 And here you have to say, 在这个地方，你们说。 please turn your head to your right. 请把头转到右边。 Here you have to say with self-confidence 16 times, Mother, I am not guilty at all. 这里你要说16次。母亲，我一点都没有罪恶，我没有内疚。16次。 All right. I have already told you, whether you forgive or you don't forgive, you don't do anything. 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你们原谅或者不原谅，你们都不必担心。 But if you don't forgive, then you play into wrong hands and torture yourself. 但是你们不原谅人的话，你们就落到别人的圈套里面。 At this moment, please forgive all of them without thinking about them in general. 所以在此刻，你们要原谅所有的人，不要去想原谅我必须要原谅谁。 So now please put your hand on your forehead across and please put down your head. 请把头往下低，右手放在前额上面。 Please put down your head. Please raise your hand to your forehead and please put down your head. 你把右手放在前额上面。 Here you don't have to say it how many times, but from your heart 这里你不必管你说多少次，但是你一定要从你自己内心说出来。
Mother, I forgive everyone in general. Say it from your heart. 母亲里面说，母亲，我原谅所有的人。 You have to ask forgiveness from the divine power without feeling guilty, without counting your mistakes, just for your own satisfaction. 为了你自己的满足，你现在要求神圣的造物主原谅你自己，原谅你的错误。 Now, please take your right hand on the back side of your head and push back your head as far as possible. 请把头往后仰，托在你的右手上面，手放在后脑部。 Here, you have to say, O divine power, if I have done any mistakes, knowingly or unknowingly, please forgive me. 在这里你要说，神圣的造物主，假如我曾经做过任何的错误，请你原谅。 Say it from your heart, not how many times. 很虔诚的说出来，不必去想象，不必去想。 All right. Now please stretch your palm fully 现在请各位把右手手掌打开， and put the center of your palm on top of your fontanelle bone area, which was a soft bone in your childhood. 手心放在天灵盖，也就是你小时候头上软骨的地方。 Now push back your fingers, please, 手指要挺直， so that there's a good pressure on your scalp. 因为你手指挺直的话，这个很大 Now, 的力量放在头顶上， please bend your head. 头要往下低。 Again, I have to tell you that I cannot force self-realization on you. So you have to ask 7 times, Mother, please give me self-realization when you are moving your hand 7 times clockwise slowly. 这里同时我曾经告诉过你，你绝对不要强迫你自己，你必须要从心里自己抛出这种欲望，说母亲，请你赐给我自解之物的经验。 Please put down your head, please. 同时，你这个说7次，手慢慢的说，同时顺时钟慢慢的旋转，按摩头皮。 Please take down your hands. Open 现 your 在可 eyes. 以把手放下来，可以睁开眼睛。 Now put your hands towards me. 请各位把两手这样 Higher. 对着我。 Now put the right hand towards me 请把右手对着我。 and put down the head and see with left hand if there's a cool or a hot breeze like sensation is coming out of your fontanelle bone area. 先用左手在离开头上2、3寸的地方，试试看有没有风跑出来，用轻量的
Bend your head,头 otherwise. 稍微往前低， Now, please put your left hand towards me. 现在请把左手对着我，用右手。 And now bend your head and see for yourself this cool or hot breeze-like sensation is coming out of your fontanelle bone area. Now once again, please try with the right hand. Now put down your head. Please put down your head. Some people get it far away, some people get it close. Does it? 有的人人工上来很高，所以稍微提高一点感觉出来。 And if you are getting hot, means you have not forgiven. So please forgive. 假如你感觉到很热的话，就是没有营养对了，所以你心里要营养对了。 All right. Now, please put both the hands towards the sky like this and push back your head. 请把头往后仰，两手伸开来。 Here ask one of the three questions 3 times in your heart. 在这里面自己问自己。 Mother, is this the cool breeze of the Holy Ghost? 母亲，这个是不是圣灵的冷风？ Mother, is this the formless divine love? 母亲，这个是不是伟大的神的爱？ Or Mother, is this the Param Chaitanya? 或者说，对。 Ask any one of these questions 3 times. 问任何这其中的问题。 Now please put down your hands. 请把手放下。 Put your hands towards me like this 请把手对着我，像这样。 and watch me without thinking. 对着眼睛看着虚无大体，但是脑子不要去想。 All those who have felt cool or hot breeze on their hands, on their fingertips, or out of their fontanelle bone area, please raise both your hands. 请各位在两手上或者在头上也感觉到冷风或者热风的，把手举起来。 Both. 两手举起来。 Again you tell them they didn't hear you. 有任何的感觉，能控制，手都可以举起来。 May God bless. 神保佑你。 You all have felt it, most of you, some have not felt, doesn't matter. 因为大部分人都会自己感觉到，但是 Again ask them to raise the hands, all those who have felt cool or hot breeze on their hands, on fingertips, or the fontanelle again. 请各位再把手举一次，刚刚有感觉到。Both the hands. 冷风或热风的，把手举起来。 Yes, most of them. 大部分人都有感觉到。 Some of you have not felt, doesn't matter. 所以有一些人没有感觉到，也有关系，不要担心。 Now, only thing is that you all have to come to the collective. 唯一你们要做的就是，你们必须到这个集合这个静坐的练习。 Now, it has just sprouted. 这个种子刚刚才发芽。 Any nail which is cut cannot grow. Nail which is cut cannot grow. Cut from the body. 所以他已经开始从身体上。Nail. What are you telling? Any nail that is cut cannot grow from the body if it is cut, isn't it?
那个手指甲长出来，剪掉以后不会再长大。So, as you have become now part and parcel of the whole, you should grow collectively. 当你成为这个集体的一部分的时候，你就会同时长进。You can also feel the cool breeze in your neighbor's head also if they have got it. 你们甚至可以说试试看，坐在旁边的人，看他手上是不是有点红，你可以把手放在前面的旁边的人试试看，试试看他有没有。你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话。 Not here. So, you all have to come to the collective meeting and grow, and those who haven't got also will grow. 所以，不管你们今天有没有感觉到，请继续参加这个美西节的在台大的仪式。Maybe you have not forgiven. 因为也许你今天有没有感觉到，也许是没有原谅别人，心里是在原谅。Otherwise, you won't grow. 要不然的话，这个困难就是不会。I'll be here every year. I hope to see you grow like great trees of spirituality. 我每年都到台湾一趟，所以希望各位能够下次来看到各位有惊喜。May God bless you. And the mantra is enjoy yourself. 今天的口诀就是说，你必须要享受你自己。You have to announce now. They are going to announce where they will have the follow-on. So please be seated for 1 minute more. 在这个蓝色的这个页上，这个传单上面有给西吉尔的后续的讲习会，各位踊跃参加，因为这个是很难能可贵的机会，能够在这方面学习到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几千年来人类所追求的东西。今天各位很容易就达到，所以在这方面你必须要了解这个后面的知识，这样才会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到。各位是到参加这个沙夏运动是绝对不需要负任何金钱，所以不必担心。我们一定把这个知识一点一滴的交给各位。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请各位留下姓名地址，所以将来有任何特别的活动，我们会通知各位。我们绝对不会随便打电话给你们，就是关于这方面的活动或者有出版有什么欢迎的文件的话，我们能够跟各位交通，跟各位共享。沙家听说刚刚开始，所以我们要慢慢的开始欢迎这些。谢谢各位，我们以后的美西节日的那个机会这种机会是大家一起运作，那么在这种集合的凝聚的力量，这种力量非常快而且很容易。这个就为什么说团结力量很重要？我们人类这种每一个个体就好像一群被天罗地网罩住的小鸟一样，一个人想逃脱这个天罗地网一个人只是凭个人的力量，但是
翅膀，其实还是飞不起来的。但是假如说所有的鸟大家齐正翅膀的话，可以把这个天楼地方集起来，然后这个虫就会飞跑出来。这个道理其实是这个原因，所以这个集合的静坐的力量很强大。这个中心，每一个人的中心有的这根图出来，那根图出来，有的是右脉，有的左脉，大家在一起静坐可以互补，所以这就是静坐的原因。那么各位到这边静坐，也就是我们想跟各位慢慢解答这静坐方面的问题啊，或者这方面的知识，罗盘中心的知识。然后每天在家早晚静坐一定2次。也是最少要15分钟，这样子。里面在静坐里面，我相信各位会到那个没有思想的境界里面，一定是非常喜的。慢慢的你会看自己的时候，真的实在是一天的疲劳都会解决掉，或者甚至说你早上出门以前，坐车啊，工作上面的问题，你会感觉到信心十足。所以请各位踊跃参加，谢谢各位。宽松的衣服就好，没有特别说一定要穿打领带啊。各位但是花钱做静坐比较好，因为空腹的时候不然要上来比较容易。谢谢各位。我先说。你是那个头上雷红是不是？头上雷红是吧？头上红的。那一般的是那个连线在身体嘛，既然穿那个大不叫的。西南路。